1992年9月，我考进了中国最牛的医学院，8年本硕博连读的临床医学专业。本以为背着书包，拉着行李箱直接入住北京东单9号。我们的宿舍楼据说是当年人民大会堂的剩余材料修建的，规格极高。没想到，连班主任的面都没见着，就被塞进了一辆东风牌军用卡车，直接拉到了北京郊外的一座军营，开始了残酷的军训。我叫秋水啊，秋天的秋，春水的水，北京土著，家住垂杨柳。我呢，本来是想考北大中文系的，可是被我妈给遏制住了。她鄙视文学，因为我爸毕业于仁和。Hello everyone, I'm 顾明，大家都叫我 Michael 顾，我来自美国纽约。哎，我爸也是仁和毕业的。哟，那咱以后有的聊了啊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辛怡，辛怡花的辛怡。我们家在辽宁鞍山，父母都是医生，所以大家以后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大家好，我叫厚朴，厚道的厚，朴实的朴，家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毛村。我家有我父母4个姐姐，还有一头老黄牛。从这座军营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获得了预备役中的军衔，这意味着我们是标准的军人，随时可以为了保卫祖国奔赴疆场。可进来的时候，谁也不这么想，因为谁也不愿意让灿烂的青春荒废在格式化的军营里。全体都有，呼吸，立正，向右看齐。前看，在军营里要严格的按照军营里的规章制度规范自己。要出现以下的情况，给予严重的批评。他是个完美丈夫，他从来不会捡起地上任何东西，也从来不会关灯、不关门。干嘛呢你？思想正在神游，我准备靠这种方式度过枯燥的军训生活。没听懂。展开充分的联想与想象，说白了，就是意淫呗。你们干嘛呢？教官，我们在笑。严肃点！我问你们，我刚才讲什么了？教官，不知道。不知道还回答得理直气壮的是吧？你们3个出列。我刚才讲的是，在队列里不许交头接耳，蛙跳100个。哇什么？还愣着干嘛？还要再加100个吗？想坐正，围绕队列，开始。这又不过年不过节的，你给我行这么大礼啊！平身。看什么呢？继续跳。哎呀，你给我躲一边去，跟二缺似的。你家大啊！就你这个脏样，你还骂我？你瞅你罗锅样。谁说？说你呢？把我衣服都给我撞掉了，250。继续跳。教官，我这个你为什么不穿作训服？我这个作训服吧，这号太大了。我这个人长得比较小。太大了啊，能不能给我换一件？太大。你是最小的了。不是，教官，你给我拿一下，我穿上你看看，真太大，特别大。不信我穿上你看看啊，你看我这个，你不能每天这么甩来甩去吧？心眼儿，反正吧。太大了，这个。严肃点。真是个二缺。She's so cute. I love China. 你们3个继续跳。
自我介绍完了，下面该女生了，谁先来？我先来。大家好，我叫赵英男，英姿飒爽的英，好男儿的男，来自湖北武汉，我父母都是军人，我受妈妈的影响比较大，她是一名军医，所以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救苦扶伤的白衣天使。很荣幸和大家成为同学。等一下，帽子戴好。大家好，我叫萧红，我来自北京，家住丰台。我妈妈是一名音乐老师，我爸爸是一名海员。我平时酷爱学习东北话，因为我觉得特别硬气，特别敞亮。希望大家以后多多与我交流，有什么事儿就找你红姐。大家好，我叫尤月，我来自北京，我家住在西城区，我父母都在机关工作。谢谢大家。我们要选2个班长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定吧。男生，我主张选候补，他来自农村，为人厚道、朴实。女生，男生班长选候补，我没意见，但是这个女生班长就不能再选一个从农村来的。那你说选谁呀？赵参谋长的女儿是谁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可是，老首长禁止我们搞特权啊。那我问你，要是不能选农村学生的前提下，赵安南又不是赵参谋长的女儿，你会选她吗？来，安静一下。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，赵一楠到。候补，到。赵一楠为女生班的班长，候补为男生班的班长。希望你们能积极配合教官的工作，做好班级的服务。是。坐下。我们的序列是3连2排，女生是1班，男生是2班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哎，同学们，每一个床铺上都有自己的名字啊，大家对号入座，对号入床，不要走错了，要做到有条不紊啊。我爸让我好好了解中国，了解还没2个小时，就被送到这里来了。我这也纳闷了，你说我们改造我们本国青年的价值观也就算了，你美国人干嘛大老远的给你提了过来改造你呀？哎，以后咱俩睡一块儿了，不打呼吧？这要是改造好了，那不等于给我们中国人民培养了一敌人吗？我再说一遍 ，I'm Chinese, OK？ 小白，顾明，小白痴。哎，小白痴过分了。你看看，你呢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眼睛又小，你会很快适应这个名字的，小白。啊 ，OK。你的美国老乡卡耐基说过一句话：我们若已经接受最坏的事情了，便不会再有什么损失。你看看，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最坏的了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将面临的是一连串的好。OK。我越想越亏呀，你亏什么呀？什么也看不到啊。你想干什么呀？女生啊，你想啊，她们现在正是情窦初开、28年纪最美的时候，然后呢，被一个个的装进这个绿面口袋里面，还像一群统一制式的绿蛤蟆，还是排着队的绿蛤蟆。要凶看不见。哎，哥们儿，别假装流氓啊！就算人家不穿着绿面口袋，我看你也不敢看。哎，你们快来看啊！可
看什么？要什么有什么，太丰富了。来，我也搂眼，我也搂眼。班长赵英男，盘儿亮条顺的女性魅力，长时间被根红苗正的革命气质所覆盖，属于那种没毛病、不可爱、很可敬、很冷淡的正经女孩。啊，心仪的女神，四中著名女学霸，传说中《史记》倒背如流，文章信口拈来。还行吧。姓杨，名月，字妖刀。哎，快看，牛仔短裙 ，I like her， I like her。哎，先说好啊，她是我的，谁也不准跟我抢。谁跟你抢啊？是你的，给你留着。最不待见的就是他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没心没肺，神经病，绝对神经病。小友转，齐步走。7年后，小红跟我说，就是这决定性的一眼，让她几乎立刻就喜欢上了我。那时候的我比现在可爱，现在的我比将来可爱。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下，说的就是我。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跟我们班长怎么着，结果我的上半辈子恰恰都跟他扯在了一起，打断了骨头都连着筋。当然，这都是后话。哎，行了，都别看了，哎呀，整理内务去，还有你去，整理内务，去。心仪小白整理内务，别打扰我，都整了。整理内务去。我是班长。不是，我是教官指派的班长。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，我就要告诉教官。班长，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，阶级弟兄，而且我们以后还要在一起生活8年之久。8年，什么概念？那教官嘛，1年就散了。所以你得站稳立场。你们说的有道理，那可是你们也得像战友一样配合我呀。配合？我们不光配合你，我们还迎合你。我的亲人，你们真香！今天是你们进入军营面对的第一个科目——整理军容。这是你们从一个女大学生变成一个光荣的女兵的第一道门槛。我相信，这道门槛对你们大多数女生来说很难，但我更相信，你们能鼓足勇气，咬紧牙关，勇敢地迈过这道门槛。那这道门槛是什么呢？就是统一标准，减去你们多余的长发。把嘴都给我闭上，都安静点儿。你们很想知道，那标准又是什么呢？
赵一楠，到。入列。是。向后转。都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标准。这么多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哎，快来快来快来！立定。下面听我点名，依次上前检发。刘婷婷，到。出列。我不剪，剪！当初报道的时候也没说要剪头发呀，早知道我就不来这个学校了。这里是军营，服从命令。你过来。我不。我不去，我不剪，我不剪。哎呦，我的个亲娘嘞！这哪里是剪头发，这分明是杀猪！冰冷的剪刀下，女生们视为珍宝的秀发纷纷坠地，转瞬之间化作泥土和尘埃。虽说军营里没有幸福，但这并不能够泯灭他们的天性，那是心底里对美、对爱的向往和呼唤，无非要换一种方式绽放。大家都过来一下。我们开个小会。妖刀，你干什么呢？婷婷呢？厕所。懒驴上磨。行吧，听我说一下啊，马上就要国庆了，部队首长决定呢，我们要搞一个联欢晚会。那能穿裙子吗？一律军装。穿军装好，整齐划一，英姿飒爽。英姿飒爽。听我把话说完啊！部队首长要求呢，我们每一个学校都要出一个节目，咱们都想一下，咱们仁和医学院要出什么节目？妖刀，你有什么提议啊？京大的招牌是话剧社团，华清的招牌是合唱团，这2个项目啊，咱们想都别想。那咱们跳个舞，小天鹅。小天鹅一上来就4个起跳，都谁会啊？我幼儿园时候学过。我也学过。哎，还有我。还有谁会跳？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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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什么眼神？哼，你一跳那还能叫天鹅吗？那是啥？3只天鹅和1只鸭。就你讨厌，就你讨厌。行了，都别闹了，要不我们就搞一个难度不大，大家又都能参与的节目，怎么样？诗歌朗诵。对，小红，你赶紧去借几本诗歌杂志去，越快越好。哼，我上哪儿借去啊？自己想办法去。不是。哎，你喜欢的那个小妞来了，你讨厌的那个小妞也来了，穿着作训服，还涂个红嘴唇，一下就暴露了自己女特务的身份。I like female agent。我在美国的时候看过一个漫画，中间就有一个叫做黑寡妇的女特工。That's great。那她就是红毒蛇。好了啊，你们看着，我去方便一下，有事儿呼我。Hello。秋水，知道哪儿能找到诗歌什么散文集吗？哎呀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！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事，真不知道。哦，那我们再去别地儿找找。哎，小红，你找诗歌杂志干嘛？排练节目啊！你说这地儿找把枪都比找本杂志简单，对吧？诗歌散文杂志，说赵一楠这人怎么想的呀？那如果我能帮你找到一首排练节目用的诗歌，你怎么报答我？
只要不是以身相许、不破财都行啊。行。哎 ，Where are you going？ 哎，我向你隆重介绍一台可以朗诵各种诗歌的朗读机。当当当当。朗读机，就你这个样儿，你会朗读啊？你怀疑的特别有道理。他逗你玩的。我是一文盲，我连字儿都不识。李亮，小虎准，让你走了吗？说说，你会朗读什么呀？你要什么呀？我要什么？什么都要，要可多了。就是排练那点事儿呗。我知道李白的《静夜思》，还有舒婷的《致橡树》，你会吗？你有纸笔吗？不用纸笔，我能记得住。啊好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。头不用举了。致橡树，来一个。致橡树，来一个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学痴情的鸟儿，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。也不只向泉源，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；也不只向险峰，增加你的高度，衬托你的微雨，甚至日光，甚至春雨。有纸有笔吗？写下来。你不都能记下来吗？写一下呗。给我吧，我收下了。哎，小红，你还没说怎么报答我呢。吃饭，红烧肉，谢谢啊。好。哎，别忘了啊。秋水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，弗洛伊德已经分析不了你了，只能用中国最著名的一个字眼来形容你。贱！哎，人家让你背诗你就背诗，人家让你抄诗你就抄诗，人家随随便便说了一句“必定向后传”，你呀就跟孙子似的，乖乖的就过来了。你平时不挺牛逼的吗？说说。啊，我不知道。我看出来了。这个女人是你的克星吧？也许，也许。秋人，谢谢你，他答应跟我吃饭了。耶！哎，瞅你们这点出息。起来！哎，该说的，你说。张大爷，张大爷，您。哎，不好啊！这样，小红同学，你这个没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吃的呀？啊？你身上有没有吃的？没有啊。真假的？看不合适，干什么呀？这个地儿真狠啊，给我都饿虚了。光让驴拉磨，不让驴吃草，太狠了。同学们，今天首长行程临时有变化，晚饭时间顺延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继续排练。周亚楠，跟我来一下。他进去干嘛了？没关，你找我啊。这个，赶紧吃吧。这是我的私人午宴，快吃吧。
其他同学有吗？那倒没有，就这一盒罐头也不够分的，先紧着你吧。我也不能搞特殊啊。不是，没有人知道，这要把你饿坏了，这赵参谋长去哪儿了？首长来了。戴教官找您。英南同学，我先走了。这盒罐头，哎，一定把它吃了啊！来了，哎，来了。 小侯，咱是好哥们儿，当然是了。那你帮我们个忙呗？啥忙？一会儿你帮我们控制一下我们那棵大树，怎么样？为啥？凭啥？您尝个鲜儿。成交啊！得嘞，哎，真痛快！哎，痛快！好人爽快，挂馅儿长得就好。你看一乐多慈祥，就像不咋那个，死你大爷！记住了，一会儿台上他们读到，这才是伟大的爱情的时候，你再把那大树缓缓地放下来，记住了吗？行，那你们干嘛去啊？做点好事。那回来告我。可以。哎，你帮我们打个掩护呗。行，你放心大胆去吧。啊。哎，班长，两位班长，我想问一下，那棵树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因为我想知道我当时应该有什么样的情感。当那棵大树缓缓落下来的时候，我要与那棵大树的那个盛大的那个场景相配，我的表情，我的情感。沉重的叹息。错了，应该在这才是伟大的爱情的时候，这才是伟大的爱情。大家说到这一句，队伍散开，然后大树落下来。谢谢班长。大家安静，首长来了。坐好，坐好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的车坏了，来晚了。没事，纯属意外，纯属意外。哎，这些俺们吃饭了吗？啊，吃了，都吃了。大家好，那开始吧。好。尊敬的各位首长、各位教官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晚上好！92级大新生军训入营联欢会现在开始。就是这个屋吧？哎，这小姐，这小姐，我俩有口音，我给你们放风去。接下来有请华清大学5连3盘刘金娜为大家演唱《一条大河》。我怎么进去的？你飞进去的。门没锁呀？没有。哎呦，哎呀！谢谢大家。这是一首被称作新时期文学发人之作的朦胧诗，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自明。坐等舒婷通
过木棉对橡树的告白，否定了世俗的不平等的爱情观，呼唤自由平等、风雨同舟的爱情，喊出爱情中男女平等、心心相印的口号。没事，别客气。新时代女性的独立宣言，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。对爱情的憧憬。你看，你们不吃，可不是我不给你们。为大家表演诗朗诵《致橡树》。这孙子确实会聊天，比戴教官会聊多了。这么多！咱们一共几个人？干嘛呀？劫富济贫，全给他收了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像攀岩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我如果爱你，怎么了？学痴情的鸟儿，你女儿多优秀，马马虎虎，也不止向泉源，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，也不止向险峰增加你的高度，衬托你的威仪，甚至日光，甚至春雨。不，这些都还不够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，根紧握在地下，叶相触在云里。我有我红硕的花朵，像沉重的叹息，又像英勇的火炬。寒潮、风雷、霹雳，就还剩最后一块了啊！你们不吃真的没机会了，尝尝味儿。没事。炫耀终身还不吃啊？太客气了，你们这是。足下的土地。小红，都到土地了。小红，你们班节目快完事了，你不拉幕啊？小红在哪儿呢？当兵7年，从来没这么丢人过。我们班今天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故，必须要有人负责，否则全班一起受罚。栏目部这事儿是谁负责？报告，是我。后台发现的罐头，也是你吧？报告，说。报告教官，幕部本来就不该小红负责。那我问你，到底该谁负责？报告教官，我交给秋水了，还有顾明和新一。他们3个人呢？报告教官，不知道。不知道就完了。报告。入列。是。你也入列。是。对的。你们3个无组织无纪律，你们干嘛去了？报告教官，拉屎。拉屎？排泄。你们3个一起？是这样的，根据科学家研究，除了饥饿会被传染以外，屎疫和尿疫也会在人群中传染开来，包括失忆。闭嘴！由于你们3个擅离职守，造成了很严重的演出事故。明天早上5点，训练场
罚跑20圈，去食堂吃饭吧。这姑娘就是个灾星啊！军训就是让你们改掉身上的毛病。我相信，在这次军训当中，会是你们人生中圆满的一次经历。好，我的话就讲到这里。报告首长，我有话要反映。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啊？报告首长，我叫萧红，302排1班，来自北京仁和医学院。蛮巧嘞，你给我们讲，你跟我要说么事呢？我们的晚饭时间是晚上5点，这是部队的作息制度。可是现在已经10点钟了，我们依然没有吃晚饭。此时此刻，有胃病的同学现在一定胃很疼，没有胃病的同学也增加了患病几率。我只是想请问，仅仅因为一个人的迟到，而影响了全营上下几百名同学吃饭，要一起挨饿，一起饿肚子，这合情合理吗？这是不是违反了部队规定？小红，你莫说话。这个同学，你讲得好，问得好。你坐下，坐下说啊。不愧是首都来的大学生了，敢讲真话，敢于提问，敢于批评。这样，我在这里表个态，从今天以后，不管哪个，都要严格的遵守部队的规章制度和作息时间，咱们下不为例，啊。全体听口令，开饭。叫什么急啊？吃就吃，凉着呗。班长，啊，你不会解释吗？我和秋水同学要聊点事情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走啊！哎，班长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不是你找我吗？我知道是我找你，我喊着你，我还不知道是我找你呀。我只不过就不想让那3824看见是我找你有事儿，要不然回去又胡言乱语，麻烦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怎么了？对，说正事儿啊。这个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罐头。这人服上买的。我哪有那么有钱呀？我又不是万元户。偷的。我那么高尚的人，怎么能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呢？那到底哪来的？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位好心人特意赞助给我们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好、训练好、身体好。我呢，充其量算是这一份革命友谊的纽带、桥梁。哎，好了，你别问了，赶紧拿着吧啊！你这都给我，不合适吧？没有，你多虑了。哎，咱们班一共12个女生吧？哦，对，我记得没错，这里边一共有12盒罐头，你拿回去给大家分一下，一人一盒，人人有份。那我就收下了啊！我替女生谢谢你。哎，不必，大恩不言谢啊，别那么客气。宵夜开始了！等！分下，一人一半。我觉得比在家买的都好吃。因为是军品啊，所以标准比民用的高。
有道理。太好吃了。我说咱们班男生啊，还是秋水最仗义，多会怜香惜玉啊！看我们最近缺油水，我都瘦了，赶紧就送来了爱的罐头，对吧，班长？吃还堵不住你嘴？我说错了吗，小红？你说的特别对。秋水典型的文学青年，有脑子敢担当，还是咱们班最帅的。小红，你这也太偏心了吧！我承认秋水有脑子，很勇敢，但是要论长得帅，我们班无论如何也应该是黄旗排第一吧。黄旗嘛，他长得是挺帅的，但你说他个子那么高，跟个女孩子似的，说话做事都慢吞吞的，跟你一样。你说谁慢吞吞的呀？我说你呀。你们怎么都这么看重男人的长相啊？俺妈就说了，男人长得太好看是绣花枕头，靠不住的。长相当然重要了啊！天天弄一个国际脸在你面前，你不恶心啊？国际脸是什么呀？是外国人啊，还是长得像外国人的人啊？跟你说你也不明白，要单从长相上来说，咱们班小白排第一。小白跟黄旗有一拼，但是他太傻了，也太天真了。我没觉得他傻呀，我觉得他特别 open。open， 小白跟打开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没说错啊 ，open 不就是打开、开启的意思吗 ？Open the door, open the pen, open the bag。哎呀，太逗了！你是不是在逗我玩啊？哎，小玉，你真不知道国际脸什么意思啊？小曼，我罐头给你吃。谢谢班长。你们仨都给我精神点！看你们一个个的。咱们这个操场，单圈400米，跑上20圈，也就是8公里，就当热身吧。开始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跑啊！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我知道，轻舟已过宋万重山。理论上说，跑步需要维持一个平稳的呼吸，否则会引起呼吸道不适。所以，预备，不许说话。别理他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新年，你看到妖道了吗？那你不打招呼啊？还打招呼，毫无形象可言，又得从头再来。你们3个都精神点，摆臂有力。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个问题。是否应默默地忍受8000米跑圈之无情打击，还是应与阴损刻薄之冷血教官愤然为敌，并将压鄙视？秋水，你再给我胡说八道，我就让你再跑20圈。今夜我不会遇见你，今夜我遇到了世上的一切，但今夜我不会。第9首了。见过跑步喊口号唱歌的，还真没见过跑步背诗的。这都背了第9首了，搞得大早让我联想单词的时候，老是有些莫名其妙的诗句飘过来飘过去。姚月，你每天都起那么早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只有你想不到，没什么做不到。好好一大早上就这么被搅和了，我还不如多睡会儿呢。黄藤青，
满城春色，没觉得嘴角跑快点！东风恶，欢情薄，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，错错错。第10首。同学们好。英楠，你给秋水洗衣服了？啊。他为什么不自己洗啊？怎么着，班长？嫉妒了？我没嫉妒。同学情谊深，我很高兴。其实这衣服只不过是运输工具而已，对吧？运输什么？你属耗子的，撂爪你就忘啊？忘什么？哎，秋水来了，好，就是预备，预备，开始！秋水，我爱你，王小勇，我爱你。秋水，你看，你的红烧肉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你那位德高望重的朋友，是不是可以赞助给我们一只鸡呀？要这个吗？啊，签我的大名啊！你，就你嘴能你！哎，上自习，上自习，你。昨晚上对不起啊，你请我吃红烧肉，完了我还连累你受罚，我的心里吧特别过意不去。哦，不用，没事。哎，我能求你一件事儿。行，你说，只要是我能办到的，我一定答应。麻烦你以后能稍微离我远一点吗？从军训的第1天开始起，一直到现在，只要你一出现，我一准倒霉。你好像是我的灾星一样，真的。不是，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啊？行。既然我是灾星，那我以后可得好好发挥我的作用。以后你就等着倒霉去吧。怎么这样，这么不绅士？哎，你怎么不看看他？他怎么这样啊？那么不输你？大家闭嘴！小红同学，女生在旁边排队。军姿的要领：挺胸抬头，目视前方，两臂后张，夹紧裤线。做得不错。王秀玉同学的军姿非常不错。早上给你红糖水喝了吗？你们要向他学习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他不舒服，他肚子不舒服。张一楠同学，你不舒服？报告教官，没有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你要是不舒服，可以去休息。不用。报告，教官，我不舒服，我可以去休息会儿吗？谢谢教官。原理都有，以右侧排头为基准，向右赶进，快，前后对齐，以右侧排头为基准，
报数。1、2。怎么回事你？报告教官，他病了，所以他那1没喊出来，所以就耽误了我的2。用不着你提醒，我知道。谁让你回去的？出列。肖红同学，从1数到10，3遍，5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怎么不做俯卧撑啊？3、4、5、6、7。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，同志们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。你又说什么呢你？报告教官，我说2、3、4。我们作为祖国的栋梁，害人之心不可有。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行了，还笑？好玩吗？归队了。报告教官，我还有话要说。还想说什么？我们已经训练超过3个小时了，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，中小学生以及户外劳动者长时间在户外劳动以及学习的过程中，理应享受到适当的休息时间。我知道我们站在这里，每一个人都是军人，我们应该时刻警惕，保卫自己的国家。可是，休息几分钟，我想应该不过分吧？秋水，你又闹什么幺蛾子？报告教官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向您转达一下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。况且，我发现有的同学身体非常的不适，可是依然坚持训练，这样的精神，难道不值得我们表扬吗？孙教官，秋水，到，归队。咱们先休息30分钟吧。赵英男同学不舒服，他没事吧？生理周期。就这样。好，全体都有，好，稍息，立正，休息半小时。小红，中午一起吃饭吧，你还欠我一顿呢。我是灾星，你不怕呀？求求你，让我倒霉一辈子吧。真他妈贱！你这叛徒！这样，我们还是把这么宝贵的休息时间留给撒尿，多好！走，哎，这那我也比你那1米2几的个儿强啊！食堂见。